学而第一，我们讲它的主轴是什么是学哦，所以什么是学用了16个条目来讲什么是学，所以对于我们自学而言呢，这一篇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人怎么样走上自学这一条路哦，你就很清晰的看到儒家对于学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什么样的一个实践哈。第15个条目，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一个穷的人呢，不会去谄媚人家，讨好人家；一个有钱的人不会骄傲啊，这样的人怎么样？子曰：可也，可以啊。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未若贫而乐啊，这个你穷啊，还是很快乐，就像颜渊一样啊。富而好礼者也啊，富而好礼者，这个孔子的学生里面啊，最有钱的就是子贡啊，义者履众。什么叫义者履众啊？跟在做期货一样啊，猜这个货物会稀缺啊，压呢哇就涨价，对吧？有钱，好礼，对待别人有礼貌啊，对待这个上敬天地，下敬父母啊，这好礼。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什么意思呢？不仅要消极的做到不谄媚不骄傲，还要更积极的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以前人在制玉。什么叫制玉呢？就是把一块玉，把它弄成玉饰的时候，玉饰玉器的时候啊，什么簪子啦，什么如意啦啊，那一块玉石呢，要如切，然后搓就是初步的一个形啊，如琢啊，细部要琢要磨啊，是吗？一个整个治愈的过程，了解吗？治理的治啊，这个玉是怎么样治过来啊？子曰：是也，始可与言师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他说啊，是啊，开始可以跟你啊，这个讲《诗经》是什么了啊？《诗经》，《诗经》各位最常听到的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所以你看，在整个儒家里面，孔子也曾经跟他的儿子讲：“不知诗何以言？”啊，你连诗都不会了，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什么意思？诗的重点在哪里？在哪里？心观群怨。心就是心里有启发，哎呀，看到山上有雾啊，有一种启发。观就是观察啊，看整个全局。群跟人家合群，怨啊，像我们今天柯文哲就很有怨啊，被判了17年的怨啊，小人当道，对不对？就像屈原投江以前，为什么去投汨罗江？就当朝破坏贤良嘛，对吧？心观群怨啊，一句话叫什么？感动嘛，对吧？心观群怨不是感动吗？是不是？所以你读诗的目的在哪里？你要容易进入感动啊，然后可以完成感动啊，就是我们讲的直心型啊。为什么儒家把《诗经》放的地位这么重要？因为一个人没有感动，没有办法心观群怨。孟子讲你没有是非之心，修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这也是感动的事端发现嘛。我们以前常常讲儒家特重一体感动的真心嘛，这就是为什么他从《诗经》开始的原因呢？啊，是也，始可以与言师已矣啊，已经可以跟你呢讲《诗经》是什么了。告诸往而知来者，是吗？跟你讲这个过去就知道未来，告诸往而知来者。那告诸往而知来者是什么？我们的过去到现在人生就是一个玉的打磨过程，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个璞玉，你怎么把自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渐渐的把自己打磨，对不对？我31年前明心见性以后，我用了31年打磨自己啊，不然怎么那么短的时间有办法把龙虾玩成这样，对不对？我不断的在打磨自己。孔子讲无少也见，故多能比事，什么意思？他从基层底层开始，少也见，这个少也见不是说他很贱，是说他社会地位是不是贵族？无少也见，故多能比事。比事是什么？生活中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就叫比事，不是鄙视你的鄙视，是事情的事，比是啊，故多能比事。人生的很多智慧，就是从日常生活的每一件小事里面，渐渐的因为执行型而有心得，对吧？然后渐渐的积德，一小滴水，每天一小滴水，每一个片刻一小滴水，就会终成一壶水，一个池塘，渐渐的就变成一个湖，渐渐的变成一个大的湖，渐渐变成一片海。人生就是这样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了解吗？
告诸往而知来者。所以在这一个条目里面，过去、现在、未来，不是过去的设定造成你现在的痛苦，衍生未来更大的痛苦，那是设定之路。这个是我们讲一道二路，我们讲一道二路三无啊，三无各位都知道啊，无限诚实性、无边接受性、无与实践性，四大信任文，对不对？我们在灵性生活里面用这个让各位很容易记住，一道道，我们讲成德成道，我们人一生成德成道的道，两条路怎么走，两只脚怎么走？一个就是进入感动完成感动的执行型，另外一个就是解除设定，双轨并行，双脚齐走的一道二路，三无四大信任文，对吧？我们灵性生活里面，为了让各位更快更好记住我们的文化，所以我故意有这样的铺排，它也不是硬把它凑上去的。所以这个告诸往而知来者，对于我们一道二路而言，就是执行型进入感动完成感动的这一条。你过去，如果你就走自学之路，如果你就走执行型之路，你就好像把你生下来这一块璞玉，慢慢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就一个人从小到大的九轮赋能天然手学，把自己打磨成一个不是只有一块璞玉，而是一个艺术品，或者甚至可以后人看到你这个玉器会被感动打动，有一种精神的存在。这所有的艺术品最高的一个呈现，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体验到那个东西它所散发辐射出来的光芒精神。你如果很难了解的话，那就是书法，了解吗？你从那些书法家的书法，你就可以看到它背后的精神是什么。儒家讲君子以言行而动天地，他的一言一行为什么能动天地？我们讲天地三，不是参，跟天地齐等。一个人透过一生的实践，跟日月天地齐等那种，他精神等齐于天跟地，而留在人间。这就是一个人能够活出的最大的可能，叫成道。所以不仅是玉器艺术品如此，人也可以活出那一种跟天地等齐、天地三的一种精神，一种地就是什么后载，什么生物都支持，都给予营养，一个精神，一个支持，天地人可以活出这种天地的这种精神跟支持，从细菌、病毒、单细胞到人复杂的生物，到植物，到山川，地都在支持。好，所以这一条其实也呼应了我们正在做的天然手学啊。1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6条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人为什么会担心害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还搞不定自己，你搞不定自己，就会希望人家能看见你。那搞不定自己的定义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看见自己，你就希望别人看见你。哎呀，我这么有才能，为什么别人都不知道我的才能在哪里？没有搞定自己。另外一句话是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对不对？你的运气不好，你把自己活好啊，像颜渊一样啊，他早死嘛。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你一个人可以把自己过得很滋润啊，过得很好啊，过得很丰富啊。达有机会啊，有一个机运可以兼善天下，那你就是一个搞定自己的人，就是第一个自在，可以跟自己独处，一个自由来去自由啊，我跟人之间可以进入很深的交流，我也可以抽拔出来。因为我们是片刻的存在啊，不过一生以后啊，就产生粘着啊，他一定跟我这么深啊，很多人都犯这种错误，跟猪猪一样嘛。你只能深到捆绑，你没有办法剥离，你没有办法剥离，你就困在关系里面了。讲好听一点是结盟，讲难听一点叫结党营私。结盟是可能干好事坏事嘛，还有好事的部分，结党就肯定是干坏事啊，就像民进党一样啊。现在不是有什么岛屿天光吗？对不对？那个梗嘛，我他妈超好笑的。听写讲灯嘛，对不对？谢谢各位。所以你一个人搞不定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设定，加上
进入感动、完成感动、执行型的体验太少，他没有被快乐好好的宠过。一个人进入感动、完成感动习惯了以后，你会上瘾的。这个瘾跟快感的瘾不一样。哪一个人不想待在永远快乐的状态？哪一个人不要？而且这个快乐跟你有没有这个欲望的满足是无关的，而且更持久。所以孔子有讲一句话，他说我最近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德也是一种好啊，人可以好德或好色啊。人好色就是在三界内啊，人好德就是我每一刻我都喜欢在升维的状态，要好德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他最近没有看到这种人。所以人为什么会要别人看到他？设定不愿意解除，进入感动、完成感动的执行型的德累积不够，以至于你没有好他，那你就会想要一直被别人看到，你没有自得其乐。蒙特梭利常讲一个孩子在他这个跟大自然互动中，他可能是跟蚂蚁玩，他可能像我大女儿一样，我们去北投图书馆，还有个拱桥，那时候他正在学快走，那个拱桥的斜度也没有很斜，但是他这个很快的走上去，下坡的时候有一个速度，他就享受其中，来来回回14次，咯咯咯一直笑，他乐在其中啊。这个在蒙特梭利叫工作。我们昨天晚上讲了，蒙特梭利用一句话讲贯穿他，就是他很好的保护孩子在进入感动、完成感动的过程中不受干扰，而且父母支持他，这叫工作。那跟我们一般的工作是两回事啊。下一句，患不知人言，这什么意思呢？一天到晚我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你该怎么样？我一天到晚都在我，很烦呐。所以我们刚刚之前讲无友不如己者，很多人解错啊。什么叫无友不如己者？没有朋友不如你啊，眼前没有一个人不如你啊。这个就是这个王善人王凤仪讲的，人不是找好处啊。别人过比你滋润，然后你说这个人好烂他为什么过那么滋润？你一定有他的优点你没有发现的地方啊，所以叫找好处啊，对不对？像应用在我跟那个赵插红身上，我在找他好处啊。没有他，我怎么会开启天然手学呢？对不对？认不是找好，认不是我认什么？那一天喝醉酒的确有点冲动冲动的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老师好像有一点问题，然后他是目前最优解所有的老师里面他是目前最优解，但是他又有点问题。然后我这个家长呢，这观察那么久我觉得有时候给他提点一下，看他有没有办法领悟，结果他就爆发了没关系我这个 cunning 英文叫 cunning 是什么？狡猾的我说他是海滩之子嘛，很那个热情开朗的海滩之子这个我有点过了认不是嘛，找好处，对不对？所以患不知人也。一天到晚我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哎呦我受伤了，哎呦我快乐，我一天到晚我别人呢？无友不如己者，没有朋友不如你的啦。讲再难听一点，这个朋友带给你伤害，那就是带给你的礼物。没有这个伤害，你会成长吗？这样讲是不是很透彻了？对不对？见贤思齐，朋友呢？三人行，孔子讲后面这个不是在《论语》里面，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见不善如探汤。”见贤思齐是吧？这个人做得很好，我跟他学习像各位可以跟Leo学，他就研究精神，他必须深入，对吧？很多人那个囫囵吞枣到一半都没有弄通弄透彻，可以学啊，是不是？很多人的身上都有你值得学的，像我们华妹她唱歌，她的热情，他们阿美族的乐观，阿美族的乐观是很病态的，病态到什么地步？连丧礼都在欢乐这跟庄子那个他老婆死了骨盆儿歌一样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亮点好处。见贤思齐，见不善如探汤这汤是什么？水煮沸的样子，如探汤这个水都已经滚了，你还把脸凑上去，那你是神经病叫见不善如探汤，对吧？患不知人也。所以人不管是好人坏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在奠定了这两句话讲什么？不要一天到晚我了，打开眼睛，别人的好学，别人的不坏，别人的不好赶快远离患就是担心你没有，知人为政第二。论语第二为政第二的政，我们讲过了，政1、2、3、4、5五画政以前人呢不会写1、2、3、4、5，他1、2、3、4、5用来计数，所以是10进位
2个正就是10，以前没有阿拉伯数字啊，都是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对吧？意思是什么？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的阴阳阴阳，阳阴阳阴阳或阴阳阴阳阴的正，因为什么？有次序、有节奏的做一件事叫正。那提手旁是什么？执行的意思。所以这个正这个字你怎么体会呢？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你去孔庙至少1生1次，去看8佾舞，去听弦和之曲，那你就知道什么叫正。不是我们道德的什么正的那种教条的正，它是一个节奏，它是一个让人能够透过祭典而融入天地之间的感动的一个设计。所以政治的政对我们华夏文化，我现在不讲中华文化，华夏文化，中华文化之前还有伏羲女娲，我们讲华夏文化，华胥国，华夏文化，我们华夏文化以降，就是要透过一个礼，一个乐，让人可以进入天地之中，这个叫正。我今天教我那个龙虾园去翻译大学，翻的哩哩啦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很多人讲亲民，事实上亲民啊，这个考据在止于至善。这句话的解释是什么？大学之道在明德，明德是什么？这个明德是什么？就治你的本性，叫明德。大学的之道在明你本来就自有的本性，叫明德。在亲民，亲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以前讲过，盲、民、仁、君子、大人、贤、圣，对不对？儒家的这个你的这个成道的一个阶梯。在亲民是什么？你把一个有家庭的普通人，让他可以明心见性，明他自己有内在的自明的本性，在亲民，这个就是升维的意思，把民变成人，他不再是一个民了。没有家庭的流浪汉叫盲亡民，对不对？盲就亡民了，流浪这是我们广东话讲的仆街的那些人，流浪汉。民是有家庭的人，你把有家庭的人提升到为2脚站立、顶天立地的人，叫人。然后这个人已经知道自己有自明的本性以后，开始愿意进入群体、利益群体，叫君子。然后他的地位，他掌控的资源又更多，他可以利益到更多人，叫大人啊。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什么意思？止这个止就是脚趾的止，一个足在一个止，什么意思？止于至善不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你这一刻的感动，你要愿意踩进去，这叫止。愿意完成感动叫至善。以前人解都解错了，哇，我们有个远大的目标啊，什么至善、至美、至真是什么 ？No， 这一刻进入感动，完成感动，就止于至善。你把那个至善还有一个投射在那里，那不是乌托邦吗？人类的乌托邦太多了，哪一个成功了？普京有他的乌托邦啊，伊朗有他的乌托邦啊，以色列有他的乌托邦啊，美国有他的乌托邦啊。那我们中国人还要有乌托邦吗？儒家要的是乌托邦吗？当然不是啊。孔子生在春秋，还不到战国，已经够乱了。他说：“我欲人，斯人自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你如果用乌托邦的观念，那不是无法解的吗？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什么意思？你那时候我欲人，斯人自矣。我这一刻愿意进入感动，完成感动的时候，我在高纬的时候，我知道这些动乱本来就是存在的，我不用介入，我也不用改变它。这叫止于至善，它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所以很多批评儒家的说，还有尧舜禹汤的脱古改制，什么意思？哎呀，以前什么这个尧舜禹汤啊，这个3代之音脱古改制，这个就是没有把经典读通，会有的人所讲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孔子的“我欲人，斯人自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朝闻道，夕死可也，都跟现实界的过去、现在、未来无关啊。是你这一刻，你到底在哪一个维度？我常讲一个粗浅的比喻，我以前刚搬来这里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周围至少20-30家酒店嘛。我以前来的时候看，有时候很晚2-3点，砰砰啊，隔天呢有人拿枪在，有的没有了，对不对？还听到那个好像放鞭炮的枪声。啊，你住19楼，也知道好像听到放鞭炮，啊，你如果在他旁边，搞不好流弹会被打到，对吧？19楼就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那1楼的事情就是1楼的事情，因为呢，1楼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因果 ，cause consequence， 不是Great Britain， 不是英国啊，不是英格兰的英国，是因果。
所以你要去解这些的时候，我们刚刚从正一直延伸到这里，意思就是说，好，很多人说，哎呀，我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条件，我才可以感觉到富足、快乐、健康。我今天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秘密，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啊！这个很多人三餐不温饱，想要有钱，开好车，住豪宅。很多人说往内，往内，往内，往内到底有什么？你是说我的肝脏还是心脏，还是内脏？任何一个内脏。往内，我以前的体会就是平静。我学理科出来的，我是受科学训练的。你要跟我们讲观想什么？哎呀，那是幻觉，那是什么？我接下来天然手学讲到心轮、喉轮、眉心轮的时候，你打开眼睛往外看到的是这个地球啊。你能够真的往内，你的德行，你自明的本性累积以后，你第6轮打开，你是看到地球以外所有的星球、所有的宇宙啊，这叫往内啊。你的地球只是浩瀚的几亿颗星球有生命的其中一个而已啊。所以意思是什么？你打开眼睛看到这个地球，你往内找，你看到成千上万有生命的星球，有不同的纬度。你连地球这种第一维的都不肯放弃，你怎么看得到其他纬度的存在跟星球？我讲一个你们可能不相信啊，反正我喝了酒嘛，你们就当我讲奇幻小说。我喝酒讲醉话。那个三姐去马来西亚嘛，回来就很不舒服我帮她处理过了过程细节我不讲排列排结果要继续。我说我叫你做，你有做，他没做例如说要把它立个牌位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你处理我的右眼就开始有问题了。然后这个三姐又跟这个佳佳讲还要再排列，明天也会再排列我这几天都在马来西亚打仗，剩下15%，当然不是我的肉体去了听听就好。所以呢，我们常讲往内求，往内求，你读佛经是空，当然是空啊。空的意思是什么？你不执着就空嘛，余相和离相就空嘛，对吧？是不是？无相就是余相和离相，无念就是余念的离念，无住就是余住和离住，对，都是无的意思嘛。所以往内，你往外看到是一个地球，是一个世界，你往内看到的是整个宇宙，那你要不要往内你自己决定啊。我以前听不懂，我也看不懂，之后我有体会，你一个人是可以活在地球还有地球以外的多维度空间里。所以为正第二，为正第二就是说，正就是在心明，在止于至善，怎么样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明的本性，而能够在每一刻进入感动，完成感动，而这一刻就可以处在高维的状态，处在不是只有眼睛看着眼前，而能够回到内在，而看到多维度更高维的实存，安住在自明的本性之中。所以你内在自真自乐自善很难吗？我欲人斯人自矣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朝闻道夕死可以啊，我这个纬度我肉体死了，我其他纬度都可以去啊，没有人死过啊，只是你这个载体载具不堪用而已啊。哪一个人曾经死过啊？没有人死过。这样讲会太震撼吗？没有人死过啊，谁死过啊？换一个形式，换一个载体而已。这养了龙虾以后，我就觉得很多人应该愿意投胎去当龙虾，会比当人好一点。在这个前提底下，你一个为政者，你一个当官的人，你一个当王当诸侯的人，我们文化华夏文化讲，你要带领每个人像进入祭典一样，去跟天地融为一体，去看815，去听弦和之曲，去能够不只看到这个地球，而可以能够往内到自明的本性，然后我们7轮衍生了不同的世界纬度，那个更浩瀚了，那不是一颗地球，那是成千上万上亿个各种行星啊！你看到这个地球就微不足道，所以往内不是逃避啊。你会觉得我这个在地球上有房子、有钱、有豪宅，什么什么是一颗小金粒的话，那个是金山啊，比得上吗？更何况我们已经讲过了，你在世间追逐的一切，不就是一个神经讯号而已？而且它还会麻木。爱快罗密欧、法拉利，那你连开7天，你接下来都是别人羡慕你，你快感没有，会消退的你开法拉利你是活在那个别人的羡慕眼光里而已，你根本没快感，因为那个车子没有办法带给你感动啊，你没有办法进入感动，完成感动，可以维持一直在那个恐言乐处里啊，因为它快感带给你的快感是短暂的，它是有赏味期限的，会坏的，但快乐不会，这是差别。为政第二，第一条，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什么意思？你为政要以自明的本性，自明的本性就是你的中轴啊。虽然孔子不讲修炼，中脉中轴，德的自明本性就是你的中轴啊。北辰就是北极星啊，北极星，南极叫南十字星，又叫南极星。北极星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什么意思？每个人的中脉就是每个人的北极星啊，每个人的北极星都是一样的。对我而言，你是众星拱我；对你而言，我是众星拱你。每个人既是主，又是兵呢。因为看禅宗一讲主兵，主是什么？兵是什么？每个人的中轴就是主啊。每个人我在讲论语嘛，你们都是众星，不是说我比较特别，是每个人都一样。当你在你的中轴自明的本性的时候，我们都是众星本质啊，听得懂吗？为政你的，为政不是当官而已啊，就是你日常的生活。我们第一篇不是讲了吗？学而篇第7条，子夏讲：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前面不用讲，后面这一段话最重要。虽曰未学，学要干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嘛，对吧？这不是大学讲了吗？虽曰未学，吾必曰之学矣。什么意思？你如果有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你如果能够明你自明的本性，那你就是学了。那你就是在这个状态下，你进入感动，完整的感动就是为政了。为政不是只有去做当官啊，你每一刻都在为政啊，只是你的位置不同。你自处的时候是自己，家里的时候，像我自己，我爸爸走了以后，我妈妈跌断脊椎骨嘛，她用那个铅筒，我端菜，因为她没有办法爬，我5个姐姐都嫁出去了，她铅筒给我，我自己弄上去，把菜摆好，我自己祭拜祖先。那是第1年我爸不在的时候，我站上去，香举起来一拜，我爸那几十年在祖先牌位前讲话，我完全听到了。那种感觉很像是我王老师一拍板的时候，全宇宙的进化过程在我眼前演化了一次一样。万古风景一时染尽，本来面目一片光明。一拜下去，我爸爸最清楚，前面的祖先比较模糊一点，全部听到啊。所以为政是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安。你在人生的阶段中，像到我这个年纪，我的同学不是副院长，不就系主任或科主任，对不对？到我们56岁，我们有一个还是辅大的副院长，对不对？你到那个阶段，你只要不为非作歹，基本上年纪到个地步，你会到某个地位嘛，对吧？但为政是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啊。修身是什么？解除设定，完成感动啊，叫修身啊。为政不是说你要去当官哦，为政就是大学的意思。你从独处、自处到家庭人，到社会人，到国家人，到世界人，一步一步自然的开展，就叫为政。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各位有什么问题？他这里讲的学的第1为政第2到后面第什么为政，他这个排序是怎么？它每一章都有一个重点，它是排名分先后的不分先后？有分先后。其实《论语》是很有架构的，你继续听下去就会知道它是很有架构的排法。八义第3在讲的就是关于礼的问题。好，它每一章都有重点。第一个是学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个为政，第2就是在讲大学，中庸大学的大学其实就在讲为政。第2啊，八义就讲礼啊，礼人就在讲你的这个邻里，你怎么样齐家治国的中间，家礼啊，一个礼要人进入人，不是你自己进入人，也不是你家进入人，是整个礼进入人。它介在齐家跟治国之间，它没有到一个成果里面，它也不是只限于讲你的礼人。公也长第5在讲什么？我们之前讲过，他在讲品评人物，他的人格人品应该怎么看？他每一篇都有他的重点的。你不要看《论语》好像乱编的哦。我讲过，《论语》是子夏的学生游子率领他的学生，在子夏老年的时候，他的命令下去把《论语》编出来的。由子夏开头，最后在游子的身上完成，听懂吗？所以这个证据在哪里？孔子第1代、第2代子夏、子游、子贡、子路，对不对？其他第3代你没有看到谁了，只有游子，那显然是游子编的嘛，不然第3代为什么会有画在上面？这就是考证的推理。所以《论语》看似没有架构，事实上是有架构的。《论语》它看起来很容易懂，但是它真的容易懂，但是中间有见山不是山的时候，到最后你用生命活过，
你用生命跟他印证，你的承德承道跟他印证，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你最重要的是，身边要有一个人活的人，你才会懂他在讲什么。不然就是读一读啊，好像懂，好像不懂，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我常常有人跟我讲说，黄医师，我终于懂你3年前跟我讲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有人要3年，有人可能要30年，不一定，有人可能3天呢。这是为什么我这个当地需要这个张家芳这个豆桃一样，还要帮我翻译当地豆桃。